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5月1号对中共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呢，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从5一假期开始，中国多地就出现了不祥之兆。我们先来一道开胃菜。在2025年4月28号的晚间，越南为庆祝南方解放50周年，在胡志明市白藤码头公园进行无人机的表演。10518架中国深圳大漠大公司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拼出越南南方解放场景、胡志明市城市形象等多个画面。有报道说呢，深圳大漠大无人机集群以 99.999% 的可靠性克服越南当地的湿热环境，从而展现出了中国制造在安全化、智能化领域的突破。估计中共听了这话应该是十分的得意，但随即就被现实所打脸。据网友现场拍摄的视频所显示，这些中国产的无人机随后就纷纷从天上掉落，让现場觀眾是驚呼連連，十分的傻眼。nó bị lỗi rồi. Chạy nó rớt từ đâu đi. Trời ơi, thôi xong rồi. Nó gom về. Toàn tạo. Gom về nhưng mà nhà nó vẫn rơi xuống cái sàn nhiều lắm kìa. dân nó đập ra thấy không? Giờ lầm thì đưa lại nhưng mà nó cực đấy chứ. Trời ơi. Trời ơi, rớt nhiều quá mọi người ơi. Đây nè, rớt xuống đây nè, rớt xuống chỗ nhà xe này tùm lum luôn nè. 其实呢，这并不是中共无人机第一次当众出糗。就在2024年的12月8号，由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策划的艺术白天无人机烟花表演红帆，在泉州秀图村举行。根据网传消息呢，在进行到第二幕簪花时，空中的无人机群突然间失控，纷纷掉进了海里。快走，掉下来了。为什么现在有管制？怎么掉到水里面了？全掉了，好夸张啊！据大陆自媒体的报道，蔡国强在现场表示，几百架都在地上爆炸了，表演只能是中断。他无奈地说：“大家脑补烟花吧，大家帮忙收拾一下无人机，不要带回家。”事后呢，泉州无人机爱好者圈子传出消息说，因当天现场风很大，原本安排拍摄的无人机无法拍摄，只能启用备用的无人机，但备用无人机忘了给当地的空管做报备，所以当地公安判定为不明无人机，接近表演梯队，马上发射干扰信号。结果呢，因公安没能掌握好距离功率，就把大量正在表演的无人机纷纷给击落了。网友们纷纷讽刺地说，公安升华了这次表演的艺术内涵。这件事的本身呢，就是一次艺术的行为。过2年，呼吸不报备也要击毙了。那也有人揶揄说呢，公安的干扰枪质量也不行，才打下来一半不到。我们再来说说今年5一出现的奇异的天气。在5一假期，很多中国人都选择出游，但中国多地却出现了狂风、沙尘暴等极端天气。2025年的4月30号，山西运城突发10级的大风。
从哪里来的这风呢？好松啊！怎么就瞅着？这个视频显示，沙溪运城大风把中共血旗给吹掉了。第二天就是5·1，这对中共来说可真的是不祥之兆。无独有偶，一户人家的卧室房顶被大风给掀翻了，而卧室墙上挂着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栗战书、王沪宁等官员的照片。另一面倒塌的墙上挂着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的照片。他跟雷一鸣家跟蔡教父干。在5·1前一天出现这种事情，真的不能用巧合、偶然来形容，让人感到这更像是上天对人的警示。运城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结果大风把婚礼的喜宴现场都给吹翻了。好爽了！你摸摸这个风，好像给那气的灯都刮飞啊！刮歪！哦，爽！你摸摸这个风。哦。哦，这挂暖啊，这都咋？一名男子在大风中遭遇惊魂的一幕。呦呦，哥哥，你别冲来！这是要世界末。大风把一处工地刚搭好的墙砖给吹倒了。有网友表示，所有的工程质检还得靠老天。在大风面前，中共的豆腐渣工程真的是纷纷现形了。哎呦，你瞅瞅，你瞅瞅，这，哎呦，你瞅瞅，哎呦妈哟，这，哎呦，你瞅瞅，你瞅瞅，这。哦，一下都不直了，这风有点太大了。哎呀！4月30号，山东省也突然遭遇了12级的大风。今天这风可刮的，我靠！哎呦！哦！捡了一条小命儿，这要是在外面咣叽废了。根据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从4月30号到5月5号，内蒙古、新疆、河南和山东等部分地区，包括西北、华北等地，较沙尘天气与沙尘暴。
一名男子对这场沙尘暴进行了调侃。哦天哪！欢迎来到你是风儿我是沙子琪婚礼现场。今天天有些黄，灰有些大，眼窝有些眯，还不敢张嘴说话。一说话吸进去的是头，吐出来的是泥呀！还是祝他们缠缠绵绵到天。这天儿也太不正常了，刚还好好的嘞，怎么一下子起这么大风啊？跑都来不及了。哎，我一跑到西安来玩，真的是遭老罪了。啥天气吗？现网友纷纷表示要了命了，一出地铁追得眼睛都睁不开了。高铁晚点1个小时，走了5分钟就停在半路了。有人介绍情况说呢，我们是高层，旁边是低层，目测房顶被刮翻的太阳能水桶有10几个，还有一个掉下来砸了2辆车。看看我们这儿秒变黑夜。也有人调侃道，游客立刻见识到了兵马俑。4月30号，河南洛阳也出现了沙尘暴。我收到了，拿着把灯开一下，收到了。河南省会郑州也遭遇大风与沙尘暴。河南网友说，我在河南郑州喝土了，我在河南郑州都感受到风沙了。河北呢也出现了沙尘暴天气，网友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到邢台路段开车，遭遇到漫天的黄沙。山东省济南市也出现沙尘暴天气，这对当地人来说却是十分的罕见。太夸张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沙尘暴，第一次见。哇，你看这个。我真没见过，我不知道各位家人们见过没。有网友总结说，4月30号，山东济南一起迎来了沙尘暴、大风、冰雹，宛如是末日大逃亡。山东人民万万没想到，5·1前夕迎来末日大逃亡。4月30日傍晚，山东的天空上演魔幻现场，雷暴、冰雹、沙尘暴和大风组团整活，济南街头车灯穿透黄沙，向末日逃亡片场。潍坊冰雹砸出珍珠奶茶生效，沙尘暴给路灯套上暗红滤镜，雷电直击催促出行进度。这场天气大喜不仅让本地人措手不及，更给全国5·1出行大军敲响警钟。5·1出行多看天气。而冰雹呢，也是下得很大。4月28号，四川省青川县出现4.1级地震。4月30号，又遭遇100年不遇的特大冰雹。妈耶，不得了！天来1尺多厚啊，鸡蛋大的，看嘛下雨的啊！妈耶，不得了，说地方打烂完的。看看，都关到屋头来了，太大了，这个冰雹，妈天嘞！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呀，这是天灾哦。这个时候是4月30号下午6点过了哈。其实当时5点半我才下班的时候，青川县城的天空啊，乌云密布啊，狂风大作，突然天上就下冰雹了哈。开始下的比较大哦，把人脑壳都打疼了。后面下的比较密集，全部有那个汤圆那么大，那感觉都像世界末日一样，很恐怖啊！把好多树叶子都打落了哈。冰雹下得太大，变成街道上的一条河。哦，妈呀，这看到好晕哦！我也是看到晕这个。水都，摩托车都不敢过了。
汪洋大海洋，我的个天哪！很多人都在五一假期出行旅游。从上述视频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多地都出现罕见的狂风、沙尘暴和冰雹等极端天气，不仅为中国民众的出行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人感到这对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政权来说，存在着强烈的不祥之兆。上天赶在五一的前一天，在中国多地同时降下异象，也是在对人们发出警示。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